公元208年，建安13年，曹操号称带着80万兵马到长江沿线重镇夏口，跃跃欲试，准备对江东政权开展最后一击。这就是三国史上著名的公案赤壁之战。当孙权把曹操的信展示给众人的时候，诸位臣工感到惊骇不已，纷纷建议孙权：曹公这么强大，咱们还是直接投降吧。但问题是，为什么前期集体表示希望投降的诸如张昭、顾雍、布置、诸葛瑾等人，及大家戏称的东吴带路党，到了后面又全部变得死心塌地的辅佐孙权，要坚决跟曹魏战斗到底呢？赤壁大战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曹操年轻的时候最大的志向就是当一个征西将军，南征北战，把那些不服大汉的乱臣贼子全部都打到熄火。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造五色大棒，棒打阉党，那是因为这帮太监是附着在大汉身上的蛀虫，我要为大汉清理奸邪。黄巾起义的时候，曹操拜骑都尉，在颍川郡四处灭火，剿灭黄巾军，那是因为黄巾正试图颠覆我汉，我要捍卫大汉江山。讨董卓的时候，18路联军都不敢冒进，只有曹操打得最卖力，甚至到了全军覆没、死里逃生的境地，那是因为董卓这厮是国贼，为国除贼，理所应当。官渡大战，曹操死战不退，在智力用尽的最后一刻，终于实现绝境翻盘。不仅是击溃了袁绍，更重要的是，他还帮助大汉击溃了最大的割据势力军阀袁绍，替大汉基本实现了北方的统一。因此，带着这种初心与使命，曹操在建安13年，雄心勃勃地挥师南下，想要直接一统江山。啥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呢？在曹操看来，我就是那个辛辛苦苦帮大汉打天下的周公呀。统一之后，我退居幕后，深藏功与名，岂不美哉？但是我们知道，赤壁之战打崩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在于，曹操该不该此时南下？其实不用我们后人猜来猜去的，曹操自己的幕僚班子里就曾经发表过不同的意见。比如独士贾诩的意见是暂时不要南下，先在长江沿线积累力量，练兵屯粮备战，等着南方不战自溃，自己来投降。但是曹老板不听。再比如食人魔程昱也劝了，他的意见是，如果江东只有孙权，那应该问题不大，但现在刘备逃窜江东，俩人一旦联手就很难对付了。他的潜台词是要首先分化曹刘，再图谋进军，结果曹操还是不听。至于主要干部和纪律的荀攸，我们则看不到他对赤壁会战的意见，因为还没到达长江沿岸，荀攸就因病去世了。当然最奇怪的就是荀彧。话说回来，荀彧的行为更加诡异。在上一年即建安12年，荀彧还在出谋划策，建议曹操应该怎么打刘表。然后从到了建安13年，荀彧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在史书当中，一转眼就直接蹦到了建安17年。不仅曹操这边气氛异常，江东那边上上下下的想法也都出奇的一致，那就是投降。但其实吧，东吴众人的反应是正常的，真正包藏祸心的反而是诸葛周瑜等人。去思考东吴诸臣的行为，不能一上来直接以三国思维去看待，应该首先以大汉思维来看待。建安13年赤壁大战之前，在江东的诸臣是朝廷的臣工，而不是什么孙家的臣子。所谓的投降派张昭，他可不是孙家豢养的某个鹰犬张昭，而是大汉士人张昭。200年之后，裴松之没有任何心理包袱，在给《三国志》做注的时候就说了，张昭劝孙权投降曹操，是为了上保汉室，下护黎民。曹操代表大汉朝廷，归顺曹操就是归顺朝廷，为什么不归顺？再看顾雍，他们家从太爷爷那辈儿就开始世事大汉，正经的根正苗红。自己参加工作之后，先是担任合肥县县长，随后转任娄县、曲阿、上虞等地方的长官，每处都有政绩。这是什么？这是大汉培养出来的好干部。对于顾雍来说，曹操代表大汉中央来江东主持工作，为什么要起兵对抗呢？再看布置，布置给讨虏将军孙权当主簿，看起来好像是孙权的人。然而孙权的这个讨虏将军还是由曹操控制的中央朝廷表的。与其说布置是在给孙权干活，不如说布置是在给大汉干活。再说布置在孙权手下干了没几天就溜了，宁可跟诸葛瑾游山玩水，也不出来当官。最后一点，就更别提孙家是怎么发家的了。本来江东地区正经的朝廷命官是刘繇，人家刘繇那是大汉宗亲，是官方认证的扬州刺史，一度被朝廷加授为扬州牧、镇武将军。而打跑刘繇的孙坚、孙策是什么人？是意图分裂大汉、试图称帝的乱臣贼子袁术手下的暴力集团。
他们不服就杀，到处破坏秩序，满足自己分裂的野心。江东群豪此时作为大汉的子民，能正眼瞧孙家就怪了。其实江东压根没什么投降派，江东只有2种人，一种是大汉士人，一种是野心家。对于大汉士人来说，大家都是饱读经书，都是朝里有人，手眼通天的大家族。谁不知道大汉自灵帝以来，董卓也好，黄巾也好，割据也好，祸乱也好，江山已经隐隐有破碎的风险了。谁不知道想要捍卫大汉的团结统一，再现大汉往日的荣光，必须要有勇士，以猛药治陈疴。就像猪八八所说的，此情此景必须要继之以猛。而曹操就是那个勇士。当年汉武帝兵迁之后，整个帝国早已经呈现鼎沸之势，多年来的穷兵黩武和晚年的政治动荡，让帝国出现了中央分裂、官吏败坏、基层流亡的危险信号。是霍光杀伐果断的出手，盐铁会议，废除辅政大臣，废立皇帝。虽然心硬手狠，但人家确实让四处冒烟的大汉平稳落地了。国家都到这个份上了，就别说什么宽严相济了，你就是让孔夫子出来，他也得说直接就之以猛吧。而曹操呢，在天下士人眼里看来就是当代霍光。他是大汉的司空、丞相，是他名义上在保护着皇帝，是他打跑了意图分裂的袁绍，是他带着张辽过无人区500里，长途奔袭白狼山，打死了试图入主中原的乌丸、踏顿单于，把五胡乱华向后至少推迟了50年。他四处征伐，棒打天下，就是在给大汉下猛药治病。现在当代霍光终于有精力腾出手来处理江东的事宜。为了维护大汉的团结，江东士人也应该主动向曹操靠拢。但是尽管我们都知道，但令当时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赤壁之战失败了。赤壁失败这一年，曹操已经54岁了。从后来人的视角来看，我们知道曹老板远没到退休的时候。在随后的12年的生命当中，他又开始了风尘仆仆的旅程。渭南会战横扫羌氐，虎步关右，平定凉州，亲征张鲁，跟刘备反复拉锯的汉中之战。撤退的过程当中，遭遇关羽绝北道，威震华夏，又逼得他亲自到洛阳指挥襄樊会战。总之是一刻也没闲着。但是建安13年赤壁之战失败之后的曹操自己也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一件残酷的事实：统一天下没有希望了。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那个曾经试图像伊尹、霍光一样把四处冒火的国家平稳着陆的曹操消失不见了。重新出现的是意图颠覆大汉、篡夺政权的魏王曹操。或许是出于自知时日无多，也或许是觉得自己真的难以弥合天下，赤壁大败后的曹操全部作为都只为了一件事：称功建国。这也是为什么建安12年荀彧还在辛辛苦苦地辅佐曹操，到了建安13年直接消失在史书当中，一直到建安17年才出现。这一年曹操加9次解锁战败不明、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篡位套餐。这一年身为汉臣的荀彧对曹操的僭越野心忍不了了，气不过忧愤去世。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荀彧是被曹操逼令自杀的。次年曹操晋封魏公，正式解锁称功建国，揭开了乱臣贼子的面纱。在此之前连董卓都没敢称王，最多当个太师，袁绍也没敢称王。当然也有比曹操更进一步的，比如骷髅王袁术先生直接一步到位称帝了。也正因为如此，当曹操不臣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之后，整个江东群豪也是一片哗然。原本叫嚣着要归顺曹操的人，如今头也不回的去辅佐孙权了。在江东，这些吃了几百年大汉皇粮的人，你让他们归顺大汉，他们可能还会妥协，但你让他们归顺曹魏，请问这个魏是什么东东？于是张昭、顾雍、布支、诸葛瑾这些汉臣摇身一变，变成了吴臣，坚决要捍卫江东的独立自主，坚决要从中央分裂出来，并坚决与曹魏抗争到底。其实大汉真正的灭亡就在建安13年。赤壁之战的失败让试图再造大汉的权臣曹操彻底断送了天下一统的可能性，从而选择走另一条篡位自立的路径，并在多年之后与篡汉的王莽共同组成一个词：操莽之治。赤壁之战的胜利让一直雄心勃勃、气量广大的周瑜等人终于能重挫北方的中央政府，安然割据，从而正式开启了三国时代。教科书上所谓的此战形成天下三分的雏形，奠定北方鼎立的基础，
其实是对大汉宣布的死刑所奏的挽歌。最后，我们没有阴暗小故事，只有一个智慧小故事。站在建安13年的历史关口往前看，历史上位极人臣的只有2种人，一个是有手段狠辣，但也算是一心为国的霍光。虽然他又是立皇帝又是废皇帝，但是终其一生也没曾染指过皇位，最高官至大司马、大将军。还有一个，那就是王莽。王莽从安汉公、恒宰、假皇帝、真皇帝，一共用了8年，不知道比曹操快到哪里去了。开了篡夺先例的王莽，解锁比王还高的载衡爵位的时候只有49岁，而曹老板解锁王爵的时候都已经61岁了。他是怎么忍住不篡位的呢？因为大聪明曹操先生开创了一种一人2制的办法，对外宣称自己是大汉的丞相，一心为国，是当代霍光；对内又加紧走加9次晋魏王的篡位流程，打通称帝所需的所有环节。一人2面，搁置争议，团结2派，死后让儿子顺利登基，简直是为后世开创了篡逆事业的新格局。这等智慧令人叹服。对了，司马昭篡权的时候是怎么办的呢？司马昭也是一人2制，对外宣称自己是大将军，是忠心为国的大魏大将军；对内呢，抓紧走流程，死前一路解锁了新城乡侯、进宫，死后儿子再帮他解锁晋王，最后好像他的儿子也跟曹操儿子一样登基称帝来着。